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修电脑用的 USB 外接喇叭。那我现在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会突然修这个东西。因为昨天我下班回来，然后就是打开电脑嘛，找一些影片看啊，吃饭配电视啊，然后它就突然没有声音。然后我一开始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接触不良或干嘛，然后我就摇一摇，又好了，然后我就继续看，突然它变声了，就像这样子，我用给各位看。这一颗是右边，这一颗是左边。左边的声音就时有时无，然后右边就这样子破音，然后吓了我一跳。我一开始以为说，不会吧，7月怎么会突然？因为蛮晚了，然后想说怎么会出现这种声音呢？然后想说会不会是音源插头那边接触不良，因为这个有点像杂音的感觉。那我也是拔下来，就稍微拿粗一点的布磨一磨，擦一擦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所以我就把它拔下来咯。稍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还接在电脑上面，所以记得做任何维修之前，如果有电的话，一定要先把电源断开，这样才不会有危险的发生。这样子应该看得到它氧化的蛮严重的，所以一开始我以为是这边的问题，然后我也清洁了啊，里面这个接点我也都清洁过了，然后音源插头清过了就算干净。因为这边如果有脏污的话，也会导致它的一些接触的不良，然后尽量不要用手下去转，就拿脏卫生纸，或拿块比较粗一点的布握住它，再转一转会比较好，它上面才不会氧化。然后后来我也以为是这个的问题，因为当这片如果有接触不良的时候，也会很容易出现大小声，或者没声音，甚至有杂音出现。然后这边我也弄了，但是还是一样，那就表示跟这3个地方都没有关联，所以最后我就把它拆开了。它里面很简单。其实我刚刚已经稍微看过，因为我要看电容的型号、规格下去找。我先说我不是电子专门科，所以更换我会。然后你叫我说拿电表啊或什么示波器啊去测这些小东西，这个我没办法。所以目前看起来，因为这一颗喇叭也很久了，这一颗2013年生产的，想一想应该可能电容也差不多了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换个电容会好啦。那换电容的话，先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因为我在电瓶的充电器那一片里面，我也是更换电容。因为说实话，电容它都有寿命啊，像这种电解质电容的话，它里面如果漏液或者里面的电解质干掉的话，它的功能就会衰减甚至不良。像这个它可能，因为我这个是 USB 的嘛，所以它吃的电源是5V 的，但是它上面这边的规格显示是，这边可以看到，这样子，这边是10V 2200U，
然后我身边是没有这个规格的电容，然后我在我的百宝箱里面找了好久，我找到了一颗6.3V 3300U。这边先各位解释一下，如果你要更换电容的话，记得就是这个 V 耐压这边一定要等于或者大于原来的规格，但是也不能大太多。譬如说我这个是10V 的，我可能可以弄15、20，诸如此类的，因为有些电容它不可能说你要12V 它就12V，多半可能都是会有一个急剧的跳啦，除非你是定制的。所以更换电容的重点就是这个 V 耐压，你一定要等于或者大于原来的规格，然后上面这个容量可以大没关系，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小，但是尽量都是以大为主啦。那我为什么会找这颗6.3的呢？是因为第一，我真的找不到，我身边没有10V 或者以上，我有可能比它大，但是容量会变很小，它可能220V， 然后可能只有20、30U， 那个当然就不能用啦。后来我想想 ，USB 的外接喇叭，它的电源是5V， 在这边它也有标示，它的额定电压是5V， 但是说实在话 ，USB 充电这种东西，它可能就是5点出头，或者可能4点多。那为什么喇叭上它会用到10V？ 就是因为这种比较低成本的东西，它不会去专门去定制适合它的电容，它就是用比它高，然后下去替代它，因为可以相容。那我就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想说，搞不好我用6.3的，搞不好应该就可以替代它，因为毕竟它还是比5V 高。5V 的话，一般可能都4点多而已，实测的话，可能都在4点多，将近5V。那我本来是想要尝试2颗串联，但是2颗串联变成12V， 但是容量会变太大，容量可能大到6600，可能会怎么样我不清楚的，但是觉得这样好像不好。然后我又考虑到说，这一颗很有可能只是个滤波而已，因为喇叭这种东西它可能就是使用在过滤材质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把它尝试看看，把它换上去。那在更换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我不太会去拍，就像我讲的，我不太会去拍拆解的过程，因为其实很多东西的拆解过程真的没什么东西，但是如果你我是建议啦，如果你真的连拿工具或者说最基本的拆解去辨识的话，辨识都没办法做很良好的思考的话，可能尽量不要去贸然的去试做，因为这个会增加很大的危险性，除了物品的损坏以外，很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受伤。那在焊接更换的过程，就是准备焊洗啊、焊枪啊，然后准备一根牙签。如果有看我修理那个电瓶充电器那一篇的朋友，应该就知道准备牙签的用处是什么。那没有看过的朋友，可能不知道的朋友，我等一下再示范给各位看为什么要准备牙签。然后准备一颗你要更换的电容，然后你在更换之前的前置作业，你要先确定它的正负极。像这边
电容本身它有长短小，然后本身上面也有一个这个符号，有一条有没有？这边它全部它除了规格以外、厂牌以外，温度啊一些的标示以外，它有一条，这个就是表示它的负极是这一根，短的是负极，长的是正极。如果你这个一样长的话，就要看本体上面这个标示。像这个也是，有没有？它这边它整个都是黑的，厂牌规格以外，它就有一个标示一条，然后它的电路板上面也有标示，就表示这边的这个洞你要插负极，这边要插正极。再来就是你在解焊之前，你要先确定像我的这个情况，它这边负极的这边还有连接条气泡线。你在解焊的时候，你也要注意，就是你要去记它上面本来有附着什么东西，到时候在还原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把它焊回去。你不要焊倒反哦，焊倒反有时候可能会，譬如说可能是它是通电的，如果你焊倒反，可能就是直接爆电容，要不然就是烧电路板。所以这个一定要记。像我的负极这一个孔，负极这边它是红色，然后正极这边是这个算橘色吧。这边也先做个记录，以免我等一下忘记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解焊了。其实解焊来说，一般可能比较专业的会有吸洗枪，你解焊完，但是那个我可能弄起来不太顺手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牙签。如果没有吸洗枪，我们就一次解焊一只脚。靠着它让焊锡溶解，然后慢慢的去扳，有没有？我拇指在下面扳这个，就把解焊开了，就把焊锡溶掉以后，轻轻的施压，就让它的脚脱离那个孔位，这样就出来了。然后过程要记得一定要断电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解焊这边，然后我用无名指去勾着电容本体，把它拉出来。先把其他电线搬开。有没有？这样就下来了。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怀疑是电容坏掉，因为它的外观都很正常啊。但是电容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讲，所以没关系，先把它换掉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清理一下电路板的它的孔。有没有？像正极这个，它的孔就出现了，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不理它。现在重点是负极的这个孔，负极的这个孔堵住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通开。那这个时候牙签就用上场了，一定要确保牙签够尖。然后顶住那个洞，顶着它，
然后再让它溶解，然后再把牙签抽出来，有没有？它的洞就出现了，这样应该看得到吧？这样子正负的孔都出现了，这个就是牙签的用处。那这个时候，因为说实在话，我这个电容也蛮久了，它放多久我忘记了，只是它上面都有氧化，它上面这边都有氧化，所以你如果电容是库存品的话，要记得上面拿个小刀啊，或者拿砂纸磨一磨，做清洁。然后电路板2个洞我们都处理完以后，就把它一样画葫芦的插回去，正对正，负对负。因为我的电容到最后焊接完，我会把它搬回去，才不会挡到其他的地方，所以我会留比较长。如果你的电容就是它直接就是原来就是站在那边，而且空间够的话，你换的大小是一样的话，你就直接把它插到底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焊接回去，因为没有那个夹具，可能施工上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如果取景角度没有弄好，就还请各位见谅哦。然后先把电容固定，电线等下再补焊回去就好了。红色跟金色的线等下都要补回去，那先不要管它，因为先固定电容就好了。像有时候如果你的焊枪温度不是很够的话，或者说不是那么好熔的话，你可以在焊头上面先沾点锡。好，这样子负极就接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接正极。这个喇叭还蛮重的，很怕把线拉断。把线剪开，剪走开，不要干扰。然后虽然是起包线，但是也要小心，不要把它弄到它的那个外面那个吊，就很容易短路。
我这把焊枪也很旧，不是那么好用，真的没有那个工具夹，很难找好位置。哇！结果拍到一半，相机停了，我自己也没注意，我就一直修，结果各位给你们看，单颗上去以后还是一样，所以我改成串联。这边，我看这边，我把2颗串联以后，因为我想说，可能6.3V 也可能是虚标啊，所以我想说，好吧，那既然它原厂是10V 2200U，那我就把它改成12.6V， 然后6600U， 有没有？它声音就有点变得闷闷的，然后好像不知道是哪里在接触不良的感觉，还是会有声音，也比原来好很多，只是变成还是有点闷闷的，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。然后就像我刚刚一开头讲的，我并不是电子本科系，所以这个有没有好像是哪里在接触不良的感觉？我再找找看，稍等一下。好了，各位修好了，一样是那一组。然后我刚好像是那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手机又跳掉，所以有一些细节没有拍到。我本来是打算换一颗，但是那颗6.3V 的上去以后，还是一样，声音又比较好，但是好像就是闷闷的，好像就被人家捂住嘴巴，然后在说话的声音。所以后来我更改了一下，我把它改成2个6.3V 串联。我应该刚刚有拍到，焊上去以后还是一样，就是声音有比修之前好，但是就是好像有点闷闷的感觉。但是在装配的过程中，我有发现好像是哪里有出问题，好像有点接触不良的感觉，所以我后来又寻了一遍，我把很多线头啊，然后一些就是稍微补焊一下，然后我现在展示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里面有一个紫色的光，以前连那个光都没有，都不会亮，然后以前的声音是知道有人在说话了，然后音质我这个木耳我可能也听不太出来，就是正常，就在使用上是都正常，不能说声音很好。那我现在修好以后，我刚刚有偷听了一下啦，就是稍微测试一下。那我现在放声音给各位听。低油嘛，所以那个效果应该是最好的，也是大家家里应该都会有这个东西，除非你家里不洗碗。洗干净以后，2颗都有声音，然后2颗的声音都很清楚。我现在放的这一片是我自己的片子啊，就是那个大灯抛光那一片，价格很亲民。然后我是这2天骑车，连清洗的水声都很清楚了。我是觉得这样我就很满意。然后就像我之前讲的，这个音量调整也没有坏，都正常。不是很光滑，就好像有点。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都完成了，是可以看到有点龟裂，这样都不会有问题。OK 啦，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，吵死。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，电脑用 USB 小喇叭的电容更换及故障检查。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